这个男人往红酒里滴了一滴神奇药水，然后非常殷勤地将红酒递给了自己的富豪妻子。看着富婆将红酒一饮而尽后，才放心地转身离开。原来这个男人叫小帅，表面上不仅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生物学教授，而且还是当地鼎鼎大名的财阀花姐的丈夫。在外人看来，小帅不仅学识渊博，更是娶了让所有人都羡慕的顶级富婆。但其实财阀的丈夫哪有那么好当的？在家里，小帅不仅吃饭穿衣都要受到花姐的约束，就连打哪个领带都不能自己决定，甚至他的工作内容也都要听从花姐的安排。可以说，小帅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。直到这天，他在上课时遇见了清纯可人的小美。小美是个十分爱学习的女孩，经常在私下里找小帅咨询专业知识。一来二去的，两人就相互产生了好感。小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他终于体会到了少女的美妙。一段温馨的时光过后，小美不出意外的怀孕了。为了给小美和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也为了他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，最终两人一合计，干脆直接杀掉花姐，然后继承她的巨额财产。兄弟，这是在犯罪啊！但是此时的小帅早已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杀妻之心已经坚若磐石。不过作为生物学教授的他，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杀人手段。不久前，他亲自研发了一种药剂，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药水，只需一滴就能让一个成年人在6个小时内停止呼吸，而且这个药剂还能充分被身体吸收，就连法医都检测不出来。既然办法有了，那就行动吧。于是第二天，小帅就亲手给花姐递上了一杯混入药水的红酒。果不其然，妻子喝下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。葬礼上，小帅往眼睛里滴入了几滴眼药水后，才出现在众多亲戚面前。他强装悲伤，但内心其实早就乐开了花。旁边的亲戚们愣是没看出一点异样。送走亲朋好友后，他就急不可耐地去进屋寻娇了。一进门就将小美给扑倒在了沙发上。可殊不知此时妻子的尸体竟然出了意外。停尸房值班的保安听到了奇怪的动静，刚要去查看，大楼里却停电了。来到停尸房后，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刚送来的花姐尸体竟然不见了。保安非常的纳闷，就四处寻找起来，没想到竟在楼梯间看到了花姐的尸体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竟还睁开了眼，保安还以为见了鬼呢，吓得转身就跑。可刚要拿出手机报警，却一个不小心掉在地上，滑进了一间锁着的房内。就在保安想法拿出手机的时候，一个神秘人忽然出现，将其打晕了。很快，警察强哥就带队赶到了现场。面对保安说见鬼了的说辞，强哥自然是不能信的。勘察了现场后，强哥猜测应该是有人偷走了尸体，但谁会来偷一具尸体呢？尸体又不能卖钱，除非尸体身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样看来，之前判断花姐是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的结论就有很大的疑问了。难不成花姐是被人谋杀的？凶手怕尸检时露出马脚，就敢在尸检前又将尸体给偷走了吗？强哥立马就让手下通知花姐的丈夫，也就是小帅来协助调查。刚和小美温存完的小帅，很快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可得知妻子的尸体丢失后，他整个人都惊呆了。这年头尸体都有人偷吗？小帅火急火燎地赶往殡仪馆，因为就在刚刚，他妻子的尸体被偷了。可没想到，见到负责案件的警察后，却被告知妻子很有可能是被人谋杀的。小帅顿时心里咯噔一下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自己给妻子喝的药水？法医应该检测不出来才对，更何况这不还没尸检呢吗？可接下来法医却告诉他，花姐很有可能还没有死，在没有解剖的情况下，判定为突发性心肌梗塞并不严谨。혹시 카탈렙시라고 들어보셨어요? 카탈루? 그러니까 사리가 죽지 않았다는 거야? 得知了这个信息后，小帅出奇的淡定，亦或者更像是强压着恐慌的感觉，那这就不合常理了。按理说妻子没死，他应该高兴才对。强哥自然发现了这一点，于是他再次将自己的观点告诉了小帅。他还是认为花姐已经死了，而且是被人谋杀的。尸体之所以会被偷，就是凶手为了掩盖杀人真相，才在尸检前偷走尸体的。小帅仿佛瞬间松了一口气，说那这就和我没关系了，之前还是我主动要求尸检的呢。强哥立马表示，我们不是怀疑你，而是想问问你，花姐是不是有什么仇家？小帅思考了一会儿说没有。强哥又问，那你有吗？会不会是凶手为了报复你，杀了你妻子呢？小帅一听立马表示，那更不可能了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妻管严，基本没有社交。强哥一听也是，随即又问道，你既然这么害怕你媳妇，她干什么你自然也不敢过问，那她会不会红杏出墙呢？小帅一听当场就急眼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怀疑是我杀了我媳妇吗？拜托，现在是你们把尸体弄丢了，还不抓紧去找尸体，在这里瞎浪费什么时间？看来财阀家的赘婿多少还是有点实力的，直接就将强哥等人给赶了出去。接着就给自己的律师打起了电话，可谁知刚挂掉电话，大楼里竟然停电了。小帅瞬间就有点慌了，果然下一秒，他身后的一个停尸柜竟莫名其妙的打开了。小帅打开里面的盒子一看，这不是我杀妻用的药水吗？直接吓得盒子都给扔在了地上。这时房间里的灯忽然又亮了起来，小帅立马将药水装进了裤兜。可这一幕恰巧又被强哥给看到了。一番争抢后，强哥拿到了那瓶药水，当即就要交给法医检验。可谁知小帅当场就急眼了，强哥也不怂啊，大吼着让小帅交代刚才的小瓶里装的是什么。可就在
在这时，局里的领导打来了电话，质问强哥怎么把小帅给扣了。人家背后的势力可不容小觑，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扣人，抓紧把人给放了。可强哥是谁啊？他自然不能同意。糊弄完领导后，还是硬把小帅给扣下了，然后就让手下去小帅的公司里寻找他杀妻的证据。而另一边的小帅在听了法医的话后，猜测妻子可能真的没有死，于是就借着上厕所的机会给进屋里的小美打去了电话，说咱们的计划很有可能早就被花姐发现了，她也许是故意喝下红酒的，因为她也知道这种药水会被毒品中和。现在尸体不见了，很有可能是花姐醒来后自己跑掉了，接下来很有可能找咱们报复，让小美锁好门窗，等自己回去。正说着呢，一转头竟在窗台上发现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，而且正是当初他因为和小美约会放花姐鸽子的那场。这下小帅更加怀疑妻子还没死了。很快，强哥就找到小帅一起查看道路监控，因为尸体被偷时，大楼里虽然停电了，但来这里的路只有一条。果然，观看了监控后，确认最近几个小时里来这里的车辆都是在场的几个人的，所以偷尸人很有可能是徒步来的，没有汽车，自然不可能搬着尸体跑太远，所以尸体肯定就被埋在附近的山上了。说完就要派手下去附近找找，然而就在小帅准备跟着离开时，却在墙上的电子表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日期：2007年7月20日。小帅当场就亚麻呆住了，因为这个时间他曾和妻子做过一件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的事。深夜，一对姐妹花惨遭车祸，妹妹滚下山坡，姐姐当场惨死，男人当场就要报警，却被妻子阻拦。 정신 차려! 이대로 인생 끝낼 거야? 어? 술 마셨잖아. 于是乎，这夫妻俩就将姐姐的尸体给埋在了深山老林里。如今10年过去了，男人作为赘婿活得还不如一条狗。终于在找到新欢后，下定决心毒死了妻子。可就在当晚，妻子的尸体却不翼而飞了。如今墙上又出现了当初那起车祸发生的日期。小帅更加确定妻子还没死，反而要找他和小美报仇了。跟着强哥下了电梯后，消防系统不知什么原因触发了，小帅就趁机跑进一间没人的房间，给小美打去了电话。此时的他已经确认妻子还没死，再次嘱咐小美锁好门窗，可为时已晚。 小帅这下着急了，看来他是真心喜欢小美的，不顾强哥他们的阻拦，就要回去救小美，可却直接被强哥一个过肩摔制服了。此时，法医也检测出了那瓶药水的成分，同事们也收集来了一些证据，一段小帅意图杀妻的录音，以及一份婚前协议。协议上表明，如果小帅有外遇，那就必须得净身出户。至此，小帅杀妻可谓是证据确凿。谁知小帅一听，直接被吓得跑到卫生间里吐了起来。身后的强哥那是一脸的鄙视：“大哥，就你这心理素质，还敢杀人呢？”强哥一脸不屑地走开了。可就在小帅吐完之后，手机里却收到了妻子花姐发来的信息，里面有大量他和小美在一起时候的照片，还说了一句：“我在埋着咱们秘密的地方等你哦。”小帅再次找到强哥，说花姐根本没死，他一定是注射了毒品，中和了毒性，醒来后又偷偷的跑出去了，现在正去找自己的女友报仇呢。强哥一听，你在这胡弄鬼呢？啥时候又冒出来个女友啊？如果真的有，那你杀妻的动机就更大了。花姐的尸体没找到之前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可万万没想到啊，话还没说完，小帅就被巴结财阀的领导们给放了。然而此时的强哥却一点也不慌，因为他压根就不关心花姐的死活，他要报的是当年小帅撞死他未婚妻的仇。果不其然，小帅被释放后，第一时间就根据手机里的信息赶去了当年的埋尸地。可到了地方后，却没有发现花姐，反而是强哥偷偷跟踪他来到了这里。至此，强哥也说出了自己的目的。原来当初强哥的未婚妻车祸后，尸体一直都没有找到，而侥幸活下来的小姨子，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记不起当晚的事情了。直到他长大后，在杂志上看到了一个标志，他告诉强哥，当晚撞死姐姐的汽车上就贴着这个标志。强哥这才知道了撞死未婚妻的凶手是小帅夫妻。可这时的花姐和小帅早已是只手遮天的大财阀了，凭他们现在的实力，根本搬不动这棵参天大树。于是妹妹就决定现身报仇。没错，小帅金屋里藏着的小美，正是强哥的小姨子。小美故意谎称怀孕，诱导小帅杀害了妻子，和强哥联手策划了这一切。小帅得知真相后，整个人都拴住了。原来小丑竟是他自己。不过得知小美安全后，他也就释然了，主动向强哥交代了他未婚妻的埋尸地。忽然一阵眩晕感袭来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。原来在他出门前，小美也在他的水里下了那种药水。如今时间已到，他的生命也该结束了。最后，强哥在地里挖出了未婚妻的尸体，将花姐的尸体扔在坑里后，就扬长而去了。第二天，小帅在一众警察的包围下醒了过来。原来强哥最终还是给小帅注射了毒品，中和了药性。他只不过是睡了一觉，可如今妻子的尸体就在面前，他杀妻埋尸的罪行被坐实，等待他的无疑是半辈子的牢狱之灾。而强哥则带着小姨子一起重新安葬了未婚妻，换了个城市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